嗨，大家好。前段时间，美国指责中国利用在湄公河上游修建水坝来干涉下游水资源问题，甚至说是给下游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并以此为借口，美国启动了湄公河大坝监视项目，即利用卫星等一系列手段来监视处于湄公河上游的中国大坝。而与此同时，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也就是墨脱修建水电站，这一行动也让南边的印度如坐针毡。那么，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和近邻印度，为什么对中国修建水电站的动作颇有意见？而他们又利用水资源对自己的邻居做过什么事情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美国利用水资源对付的当然就是南边干旱的邻国墨西哥了。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流淌着一条非常著名的河流，就是科罗拉多河，全长2320公里，发源于美国落基山脉。最下游流经墨西哥的只有一小段，约145公里左右，最终通过加利福尼亚湾入海。那么作为妥妥上游的美国，是如何充分利用科罗拉多河，而留给自己下游邻居的又是什么呢？美国在科罗拉多河的上游修建了多处水坝，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胡佛大坝了。正是因为它的建成，才让一旁的拉斯维加斯彻底进化为享誉世界的超级赌城。我想去过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一定会途经胡佛大坝，并一睹米德湖的风采。这是我在2011年去拉斯维加斯旅游时与大坝的合影，因此这里也成为美国西部的一处地标，也是很多电影的拍摄地点，比如变形金刚。当然，胡佛大坝仅仅是个开始，后来美国人又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了14座水库，32个大型灌溉工程。可以说，美国人对于科罗拉多河的利用近乎完美，让乡镇变城市，沙漠变良田，河水取之不尽，电力源源不竭。可是科罗拉多河如果是你美国的内河也就算了，但它毕竟是你与墨西哥共享，你这么充分利用，有考虑到墨西哥人的感受吗？我们来到地图看一下美国人是怎么利用这条河来对付他的邻居的。我们来到科罗拉多河下游接近美墨边界处，看到这里美国人修建了一个水坝 Imperial Dam。 这个水坝并不大，所以国内关于它的信息很少，甚至找不到关于它的正规中文译名，我就暂时将其称为帝国大坝。帝国大坝虽不大，但作用不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坝将科罗拉多河水阻断，形成几个支流。我们先来看左边这条支流去了哪里，顺着支流一路向西，非常的长。到了这里，大家注意一条白线，这个就是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线。我们沿着支流再向西，看到这里，美国终于做了一个截流点，一条向北流向美国内部，另一条向上拐了个弯之后汇聚到了这儿。这就是 Brock Reservoir 波洛克水库。从维基百科可以清晰查到，它是一个人工水库，专门存储用不完的科罗拉多河水。如果你认为这么个小水库也存不了多少水吗？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回到刚才的截流点，顺着这个支流继续向西，看到这一段，这条支流已经紧紧贴着美墨边界了。注意，这条支流为人工凿渠，并不是天然的河流，所以它并不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天然分界线，而恰恰相反，是先有了美墨边界，才有了这条人工河流。而且我们注意到，墨西哥境内灌溉水渠的颜色与美国略显不同，墨西哥一侧的更为浑浊，因为它来自别的地方，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可见美国虽然修建了这条支流，但墨西哥人眼巴巴的只能看得到却摸不到。这条支流到了最西边之后，向北转弯进入美国腹地。我们看到科罗拉多河水所经之处，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支流最终汇入的就是最上面的 Salton Sea 索尔顿湖。这是天然形成的湖吗？非也，它同样是一个为分流科罗拉多河水而建造的人工湖。从地图中可见，它可比刚才那个蓄水池大多了。中文虽然将其翻译为索尔顿湖，但美国人却称之为海。这就是美国通过对科罗拉多河水的几次截流，将墨西哥边界的美国乡镇变为城市，沙漠变为良田。那么留给墨西哥人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刚才的帝国大坝，美国从左侧截流的部分河水，剩下一部分向下流去，用于灌溉尤马县附近的农田后，进入到科罗拉多河作为美墨边界的这一段。在这里被截流多次后，墨西哥人终于品尝到了科罗拉多河水。这是 Morelos Dam 莫雷洛斯大坝，东边一段在美国境内，但由墨西哥人负责所有日常使用。这个大坝终于将河水引入了墨西哥，灌溉北边的农田。这是刚才看到的墨西哥境内颜色略浅的科罗拉多河水。
经过这几次截流，从北而来的科罗拉多河水在完全进入墨西哥境内后几近干枯。据报道，自1998年之后，科罗拉多河从来没有流入过大海。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科罗拉多河本来就绝大部分流经美国，而墨西哥只有一小段，而且美国最后还是让墨西哥用到了河水啊，看起来美国人也没那么坏嘛。如果你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墨西哥用的这最后一点点河水也不是无条件的。美国和墨西哥曾签了个跨界水资源协议，双方约定每年美国通过科罗拉多河向墨西哥供水 18.5 亿立方米，而作为回报，墨西哥需要从格兰德河末方境内向美国供水 4.3 亿立方米。格兰德河在哪里？就是在西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北部奇瓦瓦等州的交界处。这条河虽然发源于美国境内，但中游最大的支流孔乔斯河则发源于墨西哥，而下游长达2018公里为双方界河。美国为了避免下游干涸影响德州南部的灌溉，所以需要墨西哥持续不停地向格兰德河注水，这就是上述条约的由来。而且条约规定以5年为一个周期还债，就是 21.55 亿立方米的水量。最近一个周期刚好为2015年到2020年，但去年墨西哥又逢大旱，满打满算还差了 4.26 亿的水债，所以只能给墨西哥自己人停水还债。于是奇瓦瓦州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据说还死了2个人。没办法，如果你不还，美国总统可是要制裁你的。这就是美国如何利用水资源来欺负墨西哥人的。边界修墙只是表象，以水治墨的手段犹未甚也。好，美国说完了，接下来印度。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是如何对待它的邻居的。我在地图中标注了印度与邻国在边界处的主要水坝。这幅图是从最上游中国的雅鲁藏布江流经中段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到孟加拉国境内，与恒河水汇合后而最终入海。这幅图的最上边，尼泊尔和不丹之间就是锡金，自1975年之后属于印度。注意，孟加拉国的最北边有一个尖尖，请大家记住这个位置。而从锡金有一条白线进入孟加拉而汇入布拉马普拉达河，这就是提斯塔河，也是雅鲁藏布江在中游被印度充分利用之后，下游的孟加拉最主要的一条注入支流。我们看印度在这里都做了什么。提斯塔河源自喜马拉雅山融冰而来，要比布拉马普特拉河干净许多。不过河水下山没多久就被印度截取。印度在河水进入孟加拉国之前，在这里修了2个大坝。左边的大坝将河水拦住，并在两边分别开凿，将河水引入印度境内。左边支流与莫哈嫩达河汇合后，在孟加拉国最北边的尖尖处再拦一次，将河水绕过边境进入印度境内。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条运河成功绕过了印孟边界。如图我们看到，除了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外，恒河水也是进入孟加拉的重要水源。于是印度在其进入孟加拉之前，又修了个法拉卡水坝，将水流一截，又抢走了大部分。可见印度玩的这一手跟美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接下来尼泊尔，流经尼泊尔和印度的有一条河流叫戈西河。本来尼泊尔在上游占据优势，不过后来印度忽悠尼泊尔说，我在边界给你修个水坝吧，一来可以帮你控制洪水泛滥，二来发了电我们2国还可以共用，这不是 win-win 吗？尼泊尔一想也是，当时也没能力自行建造水坝，于是同意了印度在尼泊尔境内修建水坝，这就是著名的科西大坝。但这一同意，尼泊尔肠子都悔青了。水坝给印度带来的灌溉面积达到97万公顷，这足足是尼泊尔的40倍，而且分到的一点点电力还要向印度支付巨额电费。我们看到地图，这就是科西大坝。印度在这里做了2度分流，非常明显的引入印度的河渠比进入尼泊尔的宽得多。经测量，印度这一侧宽度超过了100米，而给尼泊尔的只有40来米。此后，印度见尼泊尔如此好欺负，就如法炮制。这次商量都没商量，在西侧边界的马哈卡利河单方面又修建了一个塔纳克普尔大坝，用的手法还是一模一样，一拦加一截，引流入印。下面又再来一次，彻底把水抢走，这次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我们看到印度一侧造了一个120多米宽的河渠，而留给尼泊尔的只有16米，可以用施舍来形容。要知道，这可是双方的界河啊！印度如此霸凌成性，终于遭来尼泊尔的反噬。就在去年夏天，
尼泊尔关闭了境内甘达克水坝的闸门，致使印度北方的比哈尔邦居民无水可用，农田也无水灌溉，粮食大面积减产。最后来到巴基斯坦，巴铁和印度是世仇，这点毋庸置疑。那么水资源的争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双方争夺的重点就是印度河。印度河此前给大家介绍过，虽然以印度命名，但是源头发源自中国的冈仁波齐神山，而下游也绝大部分流经巴基斯坦，但多条支流的源头却在印度境内。后来印巴签署条约，将这些支流的主要6条平分，东3条的使用权归印度，分别为拉维河、比亚斯河和塞特莱杰河；西3河的使用权归巴基斯坦，即印度河主干道、杰鲁姆河和杰纳布河。注意，条约规定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也就是即便西3河的部分源头在印度境内，也不能随意使用。那么印度是怎么做的呢？东3河则不必说了，修建了无数水坝进行充分利用。这是东3河的比亚斯河进入巴基斯坦前的一处水坝。我们看到印度开凿2处运河将水截走，不过还没完，这条河进入巴基斯坦后又出来了，于是印度在这里再截一次，将水分流，尽可能榨干。最后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的河水已经浑浊不堪，巴基斯坦人想用水只能靠后续的老天降雨了。而西3河呢，原则上是归巴基斯坦使用，不过印度却在西3河的杰鲁姆河和杰纳布河上游修建水电站，这种明显违背条约的行为就让巴基斯坦怒火中烧，于是找到中国，并在下游修建大坝以应对印度的威胁。这就是中国援建巴铁的尼鲁姆杰鲁姆水电站，即 NJ 项目。此项目由中国的葛洲坝集团负责实施。由于在巴控克什米尔高原之上，地势陡峭，所以难度极大，也被称为巴基斯坦的3峡工程。经过多年的建造，终于在2019年成功实现满负荷发电。此项工程也成为巴基斯坦抵御印度水源威胁的重要武器。好，经过上面的介绍，美国和印度一方面不断指责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和雅鲁藏布江修建水电站，另一方面却利用水资源对自己的邻国做着如此龌龊不堪的事情。美印如果再来对中国修水电站说3道4，外交部大可以用上面列举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虚伪。在我看来，这2个国家像极了披着民主外衣的古代殖民者，用着霸权思维去无止境地掠夺别国资源，并且还由己度人，认定中国也会跟他们一样做相同的事。而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已经同意将上游相关水资源数据共享给湄公河委员会，沿岸国家都可以获得。要知道，水资源的相关信息，各国向来都是严格保密的，因为水流深浅以及水体周边的地形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3峡大坝附近禁止无人机随便拍摄，就是这个原因。中国能这么做，正是体现了泱泱大国与邻为善的气度。试问美印2国会把自己的水源信息提供给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吗？显然不会。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必定不会孤单，自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同他作伴。美印2国身边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现在似乎只能抱团取暖，但这绝非中国的与邻之道。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